将印度列为货币操纵国，限制疫苗原材料出口，不打招呼就进入印度海域，发布有关印度人权和少数族裔权利的负面报告，这就是盟友所为。这是来自印度网友的质疑：印度到底做了什么，让这个昔日里亲密无间的印太战略合作伙伴这般频繁地向盟友甩刀子呢？那咱们这期视频就来聊一聊，第一个，什么是汇率操纵国？以什么为标准去判断、认定某一个国家是汇率操纵国呢？第二个，如果美国将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会对这个国家采用哪些手段呢？第三个，印度究竟做错了什么，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呢？先说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汇率操纵国？汇率操纵国的意思是某国故意使自己的货币贬值，从而获得更大的出口量。这样的话，出口货物会严重挤压国外当地的生产商，自己却可以获得更大的商品市场。这样的行为被进口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为对货币进行贬值来倾销货物，用以抢占市场。那美国是以什么标准判断去认定某一个国家是汇率操纵国呢？美国在2015年出台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中明确规定了认定汇率操纵国的3条标准。第一个是某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了 GDP 的3%。第二个是某国在最近一段时间不断买进或抛出美元，这个积累量达到了 GDP 的2%。第三个是某国的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达到了一定的幅度，汇率呈现单向的明显调高或者明显调低的现象，只有符合这3条标准，才可以认定某国为汇率操纵国。那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如果美国将一个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会对这个国家采用哪些手段呢？还是美国在2015年出台的那个法案，这个法案也专门制定了对世界范围内汇率操纵国的惩罚条款。一旦某个国家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政府就可以采取惩戒性的措施。都有哪些惩戒性的措施呢？一共有10条。第一条，美国所有的银行、保险公司不得为汇率操纵国企业提供融资和保险，无论这些企业是在本国经营还是在其他国家经营，都不能向美国的金融机构借钱。第二条，美国的资本市场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关闭，包括申请 IPO 上市的企业暂停上市，已经上市的企业强制其退出。第三条，通过征信系统的强制干预，把汇率操纵国的重要金融机构的信用降级，例如从3A 级降到2A 级、2B 级。第四条，实施贸易脱钩，美国企业不再和汇率操纵国的企业开展货物贸易。第5条，美国不再和汇率操纵国讨论任何贸易协定，美国和汇率操纵国之间的各种合作协议谈判统统取消。第6条，美国政府将对汇率操纵国的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冻结。第7条，对汇率操纵国企业处以巨额罚款。第8条，利用比特币系统帮助和刺激汇率操纵国企业和个人抽逃资金出国。第9条，倒逼汇率操纵国资本向下自由兑换，市场开放，使汇率操纵国更容易遭受到国际市场的冲击。最后一条 ，SWIFT 系统对汇率操纵国关闭，而根据美国的法律法规规定，汇率操纵国的正式判定必须由美国财政部来宣布。那美国财政部目前已经将印度、新加坡、泰国和墨西哥等11个国家列入其观察名单，以密切关注他们的外汇操作。一旦宣布某国为汇率操纵国，政府就有权采取上述10条处罚措施，对汇率操纵国实施金融制裁。所以我们看到进入汇率操纵国清单的不仅仅只有印度，即便是进入了这个清单，只要财政部没有宣布它是汇率操纵国，就不会真正的对它发起金融制裁。不过在2019年8月初，美国财政部突然宣布中国是汇率操纵国。问题是汇率操纵国认定标准的前2条根本没有达到，第3条的标准似是而非。现实的情况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19年6、7月份的时候持续贬值，8月1号的时候跌破了7的大关，汇率波动纯属市场行为，根本不是被操控的结果。所以就在2019年的国庆节期间，据说白宫研究了对中国作为汇率操纵国采取的几条措施，这个消息一出来，美股情绪崩溃，立刻大跌。过了几天，美国财政部进行了辟谣，宣布没有这个事情，股市随即恢复了平静。但是你仔细看一看，这10条制裁措施仿佛都能找到现实的案例。比如说，美国时间1月11日，中国3大运营商正式从纽约证券交易所摘牌，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翻脸，撕毁“一带一路”协议。今年1月13号的时候，美国边境保护局发布公告称，将在美国所有入境口岸扣留来自新疆地区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这一暂扣令适用于由新疆种植的棉花制成的原料纤维、服装、纺织品，以及来自新疆的番茄罐头、酱料和其他番茄产品，即使是在第三国加工或制造的相关商品也不例外。
今年的3月份，盟友乌克兰突然冻结了中企持有的50%的马达西奇股份。还有一个事情也很值得玩味，特斯拉公司是在比特币价格大约3.35万美元的时候买进的，平均卖出价格则大约是5.6万美元。通过出色的低息高抛交易操作，特斯拉在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上赚走了2.72亿美元，比他这几年依靠制造新能源汽车赚到的钱还要多，精准的在历史上最高价格的区域实现了逃顶。在他逃顶后，财政部部长耶伦罕见发话，比特币价格应声暴跌16%，惨遭血洗。当然，这些都是猜测，是否是巧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一个问题，既然美国没有对印度进行金融制裁，那它为什么要限制疫苗原材料的出口呢？印度究竟做错了什么，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呢？这个问题你要跳出现象去看本质。我们都知道，印度被称为世界药房，在全球仿制药行业的地位应该算是首屈一指。据统计，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仿制药制造国，生产了全球20%的仿制药，占据美国仿制药市场的40%，产品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印度仿制药产业达到了280亿美元规模，是他们的支柱产业。但是，一些医药的原材料，包括生产疫苗的原材料，比如说细胞培养基、试剂、管道材料、纳米过滤器、塑料材料和设备等30多种物资，都依赖于美国原材料的进口。而美国在5个月前批准了国防生产法，相当于启动了战时机制，用法律规定将疫苗原材料和一些疫情有关的物资优先提供给本土。所以，美国就有合情合法的理由停止供应原材料。即便印度有全世界最大的疫苗生产机构，目前接种率也只占到全国总人口的2%，离群体免疫的70%还远着呢，而且对他们的支柱产业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就在4月25号的时候，美国高调承诺立刻向印度提供疫苗原材料，这对于美国来讲就是破格的优待，不仅总统亲自发声，还有国安委的高规格介入。这还不算，特朗普时期成立的致力于美国海外投资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针对印度疫情也表态称，正在为印度疫苗扩大产能提供资金。而这个国际发展金融公司是由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美国国际开发署属下的几个相关部门整合而来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们应该并不陌生，它投资了新疆棉事件中的 BCI 良好棉花发展协会，最后还给印度提供了14亿美元的援助，包括检测试剂盒、呼吸机等等。所以通过这个事儿，我们一点儿也不难看出，印度对美国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印度突出的半岛方位以及侧翼的岛屿链俯瞰着印度洋的战略性海上交通线。不仅如此，印度作为印度洋大国，也在不断强化像斯里兰卡、缅甸、新加坡、泰国等等一些印度洋沿岸的国家地位。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的汇率操纵国观察清单里有好几个都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结合疫苗事件来看，这很像是一种恩威并施的策略。那问题又来了，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印度洋上煞费苦心呢？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印度洋对于我们来说它有着怎样的意义。我国地处东亚太平洋地区，从朝鲜半岛、日本、台湾海峡、南沙群岛到印度洋，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地缘环境和海上安全形势十分复杂。而恰恰海上安全正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而印度洋是继太平洋和大西洋之后的世界第3大洋。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它通常被定为非洲、亚洲和澳大利亚以及南纬60度之间的水域。而作为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区域，印度洋地区包括印度洋本身和它的全部分支水域，比如说波斯湾、红海、安达曼海和马六甲海峡，38个沿岸国家和13个入海通道指向印度洋的内陆国家。这个地区占全球总面积的20%，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航道之一，还是最重要的能源供应者。世界贸易量的90%是通过海洋运输的，其中通过印度洋的商品吨位最高，每年通行轮船近10万艘，包括世界2/3的石油运输、1/3的散货和1半的集装箱航运量。世界上约有36%的石油产量源于印度洋地区，其中首先来源于波斯湾。这些石油主要前往欧洲和亚洲。印度洋将各个新兴经济体和欧洲的成熟经济体与中东的石油气田以及非洲的原材料联系起来。它也将中国巨大的制造能力和欧洲富裕的市场联系起来。中东是中国最大的石油来源，包括我们跟伊朗签订的25年全面合作协议。据外媒猜测，我们会从他们那里获得石油的常规供应。几乎这些所有的进口石油都要越过印度洋。全世界通过印度洋的能源、原材料和普通商品的贸易流量巨大，并且正在不断扩大。毫不夸张地说，印度洋已经取代了北大西洋，成为全球贸易的核心大动脉。所以，其实美国此举的真正意图是维持它在印太的主导权，推进美印关系。因为从目前来看，印度是唯一有实力帮助美国制衡中国的盟友。